12月15号，我老师走了，是我第一个主要演员的舞蹈。当天他去世了，我整个是崩溃了。我这个老师都连看我表演都没看就走了，每次讲到他就要哭。人家如果说谁是 Jeffrey Tan 在这个舞蹈圈，他就说哦，就是那个芭蕾的。接触到舞蹈是到了当兵的时候，到新加坡武装部队文工团，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恩人，他发觉到其实我的脚背，他看到哦，你要不要学芭蕾？因为男生跟女生都学芭蕾就需要很漂亮的脚背，可是我应该是天生吧。他说你可以给你一个奖学金到新加坡芭蕾舞蹈学院学芭蕾，我就说好啊。我已经其实蛮晚了，已经是大概20岁了，其实很辛苦，因为我本身没有这个芭蕾或者舞蹈的基础嘛，其实我有点想放弃的感觉，因为全班都是女生。去到哪里，我整个人快哭死了，因为那时学生都13、14岁嘛，那时也是没钱嘛，家里就是整天的课6点完了，大概7点半就开始我一个业余的工作，叫 Burger King， 就是为了要那个晚餐。过后1年后，我就其实放弃了，就偷偷回来新加坡。这5年的时间，其实吴素清老师跟郑天福老师都一直很努力的，一直推我往上走。我只是土生土长的一个新加坡男生，那是第一个 principal dancer， 也是很怕人家会取代你的位置吧，所以我会一直会保护他，要怎么去 maintain this position， 压力很大。虽然你已经是主要演员了，我每个节目我都要去争取到，还有很多人比我更好。12月15号，我老师走了，是我第一个主要演员的舞蹈。当天他去世了，我整个是崩溃了。我这个老师都连看我表演都没看就走了，每次讲到他就要哭。国王的妹妹和公主嘛，她来到新加坡，那时候是8月9号，刚好我们的部长说你要不要来看看我们的国庆表演？最后她看了很开心，她就问我可不可以来明年来跟他们的国王的生日一起编。我只有10天的时间把整个幕给弄好。他们排练时尤其光着脚，大热天很热嘛，南非就是在排练，从早上排到下午。那我们就是遮啊、防晒啊，什么都没有这些东西。就是下雨天也是排练。当我开始排练的时候，我感觉他们其实很热忱，他们的人其实很 pure。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开始慢慢的去了解他们的文化，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。很多土族人，他们有自己的风格，我们不可以去改。
跟他们沟通的时候，我不可以说我要你们做这些东西，我要 respect 他们的 culture， 所以我会吸收我在国庆好的一些东西，帮助我在南非的过程。国王看了整个剧的时候，国王也说他说 very good show。I love it。隔年他就再邀请我，其实我有点感动。从2016吧才开始创立自己的学校，把我30年的经验、老师给我的教法，还有我自己学的 style， 全部能给我们的新一代学习。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男生开始跳舞了，不管是芭蕾、爵士、hip hop。我这里也有一批4个男生，其实是从 hip hop 里挑选出来的。我已经有点过气了，很多年轻的一辈的也是不认识我，可是我还是要把我的最重要的 position 是要尽量能教出给学生的，我尽量贡献给他们。